很多小兄弟都说他们啊想要练或者买一个英雄都不敢啊，怕迟一点就会消啊，消成狗啊。可是有一个英雄几年来他都是那么的厉害，没错，就是我们的纳克鲁斯啊。虽然玩法每个版本都有更动，但是这个还是厉害的。到底新版中该怎么铺装奥义魔纹呢？还有他克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克，适合打什么英雄？它背后整个的概念连招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进场呢？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第6感就知道你在反动2技能1技能大招把你直接拿下。看到对面的木加爵，我们大招被古墓推走，没所谓，2技能跟上把他拿下。看到魔龙去一剑挑飞对面的勇，他直接缴了闪现，没所谓，那就打木加爵吧。越塔把他人头收掉，残血极限逃脱，1技能又挑飞大招，你又闪现，小老弟把你就这么的拿下。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那克罗斯打野的实战解说，说一下我们的出装方面。一开始呢，打野刀呢只需要出到2阶就够了，不需要先上第3阶。然后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入野，这个是那克罗斯的优势。那当然啦，当对面要没有英雄那才比较好，而且要看阵容。像是对面啊、伊夏、勇啊、悟空这种啊，前期没有主宰力的英雄啊，当然能够入野。这里看到对面的木加爵想要呢去守野，他来说闪现没有用的，小老弟啊，这里直接把你收下。2个来啊，1个来就打1个，2个来就打1双，2技能再来直接越塔我们扛，再来1个嘛，收掉3个人头，轻轻松松。不过这里呢，没有小老弟要帮我们扛，那就没办法了。那里绝对不用呢被收掉的，因为呢，如果有一位小兄弟帮我们扛一下这个防御塔呢，我们都可以安然的逃脱。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再说一下我们的下一件出装啊，我们可以来一个2野刀，再来血子，增加自己在前期呢就有一个很好的 gank 能力。要不然的话呢，你在前期把3野刀就有出了，不是说不可以，可是说如果你在前期就想碾压对面的话呢，血子这种东西呢就显得十分重要。1技能挑飞大招，对，我们的古墓推他走没所谓，我们跟上，再把他人头收掉。还有一只悟空2技能，等他他往回逃了，这里我们想切，没有队友要跟上，小兄弟们没所谓，那就看到一只勇，而队友想要去打一下，他躲回塔内就算了。要开龙吗？不要，对面的打野这个时间还在呢，只是去了回血，反而是把上路的兵线整理之后呢，持续的把野区扫荡，然后再把我们的蓝 buff 拿掉。其实呢，真的要很注意自己的 buff 的重生时间，玩得好的话呢，对面的你也要记。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就拖慢了。看到对面呢1技能，挑飞，然后打对面的勇先，古墓小兄弟还没跟上没所谓，我们不断的切。看到对面直接最后一下呢，打对面的这位木加爵，把他人头我们极限收下。而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说嘛，我们的 buff 为什么要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如果你不及时拿了的话，就会反而它会重生下一波的时候啊，你才拿。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吃 buff 的次数啊，比方说你在10分钟内呢，可以吃的次数会少了1次。那就比较亏了经济。而说一下我们的下一件出装，那就没毛病了。
我们会出一个角斗士。那如果嫌麻烦的小兄弟可以直接跟着装备图出就可以，没所谓的，只是进阶一点的啊。那可是如果觉得哎呀好麻烦啊，小装备，那就不用管了，跟着上面的出装图，直接跟着建议的装备不断点装备，左边的装备购买就行了。那看到中路集结呢，这里我们该打嘛，绝对该可以收2个啊，起码这里看到一个对面的，先收一个再收一个，1换20分的赚，不进场的话呢，一个都收不掉，1换1我们也没有被终结啊，那也是可以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是1换2，像刚刚我们做到的，那就赚了啊，超赚了，经济就起来了。玩到纳克罗斯前期的经济，你比对面呢要真的掌握得很好。想要玩纳克罗斯就有2种玩法，一种呢就是你前期就要碾压得很好。如果真的没办法了啊，小兄弟啊，这里我们看这一波先看到对面的1下，一个2技能扫对面的木加爵收下。第2种玩法呢，就是说没办法啊。就前期不可以碾压对面，无论什么原因啊，比方说有些小兄弟说队友小兄弟们没有默契之类的，那这些的状况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后期的纳克罗斯不断的进行一个分推，那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啊。因为纳克罗斯这个英雄呢比较难抓，你去推塔，推完塔之后呢，就拍屁股就跑了，对面也抓不掉你啊。那纳克罗斯他会怕什么英雄呢？这里先看这一波一技能，然后来手大招，把对面直接拿下。这一把呢打的有点比较久，所以我们呢直接画风呢就一转转到这边。先看对面的猴子呢，想要整理兵线，2技能1技能挑飞啊，抢你的大龙了，小兄弟呀！这条龙我们拿下再来，马上反红 buff。而这里呢，对面的悟空，隐形妈先拉开，1下我们完全不怕。等待进场机会，2技能一扫来手大招，把2位3位都收下了，就是那么轻松，就是那么简单，没毛病。因为我们用的是谁？是纳克罗斯啊！你能秀起来对面就根本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打这个职业赛，纳克罗斯就是永远都可以出的一个英雄。就是因为他的整个技能组原本就厉害，原本就适合想秀的小兄弟，一手一技能大招打出死神，再把对面的蛹收掉，回首再看到野区吸2口血，那就可以续战。队友小兄弟们这里被收得很惨，我们伺机行动，去到下路整理个兵线，他们就猜不了下路了。那这里我们预购什么呢？没有错，我们是预购个凝霜宝珠。肯定有些小兄弟问，为什么窝窝不预购一个死神镰刀？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手速快的小兄弟呢，你可以预购凝霜宝珠；手速没有那么快的小兄弟呢，你可以预购一个死神镰刀。那有些小兄弟可能手速快，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你手速快的话呢，尽量预购凝霜宝珠之后还可以再换一个死神镰刀呢2技能1技能起手大招，把对面的一个木加爵拿下。那蹲个草丛看看，有没有个机会能够进场，不要那么躁进呢？我们是很顺风，可是上面的人头比是持平的，那就说明了其实呢，其他小兄弟跟对面是打的相对有点逆风，那没所谓。我们1技能挑飞来手大招，切一个，再一个躲你技能，3个了，能4个吗？绝对没毛病。这里躲个技能，再一切复活甲趴出来，躲一躲就把对面直接一个团灭了这里就是为什么这一把我们是全队最高输出
该打的时候就打，把对面的中路拆掉。有一只对面的穆加爵就切他，没毛病。这里有个炮车把对面主堡直接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 ，MVP 全队最高输出。那他打马洛斯、卡瑞兹、小青都不错的，他会被席尔还有伯顿所克。他克什么英雄呢？永特尔、安纳斯还有迪拉克。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